年终奖的榜单上，我以250的高价荣登全公司倒数第一，而那个最擅长阿谀奉承的叶景帆，轻轻松松拿了18万。第二天，我递交了辞呈。柳若霜看到我的辞职信时，嘴角勾起一抹轻笑。陆征，就为年终奖比旁人少了那么点儿，你就要走？都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闹脾气？行了，别耍性子了，快回去把恒泰集团的计划书做完。我向你保证，明年一定给你升职加薪。这样空头支票，我听了一年又一年，早已听得耳朵起了茧。他大概以为我还会像过去那样傻傻的信了，然后埋头继续当牛做吗？但这一次我不会了。柳若霜的手指轻轻捻着我的辞职信，连头都懒得抬，嘴角那抹我再熟悉不过的轻蔑笑意又一次浮现。陆征，别闹了，赶紧回去把恒泰集团的计划书搞出来，客户那边还等着要呢。这么多年了，你的本事我心里有数，公司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个老员工的。这些话我听了太多遍，多到几乎能倒背如流。去年、前年、大前年，每当有重大项目压下来，每当我累到筋疲力尽想歇口气的时候，这句话总会恰到好处的出现，就像一根永远悬在驴子眼前的胡萝卜，看似近在咫尺，却永远也够不着。我曾天真的信过，然后更加卖力的为他拉磨，可结果换来了什么？一个250的年终奖，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刘总，我没有在闹。我的声音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辞职信上我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是个人原因，还请您批准。刘若霜脸上的笑意渐渐隐去，换上了一副冷冰冰的公事公办的面孔。个人原因？他轻哼一声，话里带着讥讽。陆征，你也是公司的元老了，应该懂点规矩。眼下正是年底最忙的时候，恒泰的项目又到了节骨眼上，你跟我说你要走，公司培养了你整整7年，你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回报公司的。你确定自己是真的想清楚了吗？培养，我在心里反复咀嚼着这2个字，只觉得无比讽刺。是培养我加班到凌晨3点，只为改一份无关紧要的方案，还是培养我跟在那些能力平庸的同事后面，替他们收拾烂摊子？又或者是培养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换来的功劳，被他轻描淡写地安在别人头上？刘总，我想得非常清楚，麻烦您签字吧。柳若霜死死地盯着我，几秒钟后忽然笑了。她拿起我的辞职信，当着我的面慢条斯理地将它揉成一团，随即手臂一扬，精准地扔进了角落的垃圾桶里。我没看见过什么辞职信，回去好好上班，公司需要你，恒泰的项目更离不开你。别再想那些有的没的，既然来上班，心思就该放在工作上。出去吧。那团皱巴巴的纸静静地躺在垃圾桶的边缘，像一个被随意丢弃的可笑的玩笑。我看着他，心里明白，再说任何话都已是多余。柳若霜不是不同意，她是从骨子里就没把我的决定当一回事。刘总，即便您不签字，我今天也一样会走。话音落下，我转身拉开门，径直走了出去，回到自己的工位。我开始动手收拾东西，周围同事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来，又飞快地移开。办公室里一片寂静，只有叶锦帆那边传来他刻意压低了声音讲电话的声音。刘总您放心，我保证处理妥当，晚上我们再详细聊。我的私人物品并不多，一个用了多年的旧被子，基本被翻得卷了边的专业书，被我一股脑地扫进了纸箱。电脑屏幕依旧亮着，上面是恒泰集团计划书那张错综复杂的架构图。我移动鼠标，光标在保存和关闭2个选项之间停顿了一瞬，最终我直接按下了主机的电源键。临近下班时，我去了趟洗手间，刚走进隔间关好门，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和交谈声，是部门里2个平日里最为活跃的年轻同事。陆征真的交辞职信了？千真万确，我听刘总的秘书亲口说的。切，他无非就是仗着自己资格老，想拿离职来威胁公司罢了，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几斤几两。可不是吗？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你看看人家叶景帆，嘴巴又甜又会来事，刘总明显更器重他。那还用说，叶哥多厉害，开会做的 PPT 那叫一个赏心悦目，每次汇报都能把刘总哄得眉开眼笑的。而且你看人家的态度，每天雷打不动，最后一个下班。虽然大多数时候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忙些什么，但态度决定一切啊。陆征就知道埋头死干活，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上次刘总穿了条新裙子，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夸了个遍，就他一个人闷着头搞他的破计划书，刘总的脸色当时就有点挂不住了。这种人拿250的年终奖，纯属活该。水龙头被拧开，哗哗的水声盖过了后续那些幸灾乐祸的嘀咕和窃笑。我静静地站在隔间里，思绪不由得飘回了7年前刚进公司那会儿。那时候公司还只是一个30多人的初创小团队，熬夜通宵做方案的人是我，啃最难啃的技术硬骨头的人是我，客户怒不可遏时被推出去挡枪挨骂的人还是我。那个决定了公司生死存亡的大订单，从前期的市场调研到后期的技术攻关，再到无数个版本来回修改的方案，那一页纸上没有留下我的指纹和汗水。刘若霜那时总爱对我竖起大拇指。陆征，你就是咱们公司的顶梁柱，好好干，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我信了他的话，从此拼得更狠了。后来公司的规模翻了好几番，也搬进了现在这栋气派的写字楼。叶景帆就是在那一年进来的，名牌大学毕业，西装穿的永远比我笔挺，话也说得比我动听100倍。他不需要搞懂那些复杂的技术细节，只需要在柳若霜偶尔路过时，装作全神贯注地美化一份 PPT 的边框。他也不需要费心去搞定难缠的客户，只需要在柳若霜眉头紧锁时，恰到好处地递上一杯温度刚好的咖啡，再附上几句“刘总您真是太辛苦了”的贴心话。至于他所谓的加班到深夜，我不止一次撞见过。
过。每一次他的电脑屏幕上显示的不是购物网站就是游戏界面。回到工位，我面无表情的继续收拾东西。叶锦帆正好从总裁办公室里走出来，看到我这副架势，他的脚步顿了一下。真哥，听说你跟刘总提离职了？他的声音不高不低，却刚好能让附近的同事都听得一清二楚，语气里充满了恰到好处的惋惜。这也太突然了，刘总刚才还在办公室里念叨，说公司可离不开你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年终奖的事，刘总肯定有他全盘的考量，咱们做下属的要多体谅领导的难处嘛。我抬眼看着他，他的眼睛很亮，里面透着一股精明和一种稳操胜券的得意。这张脸在柳若霜面前永远是忠诚与勤勉的化身，可在我面前却总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毫不掩饰的轻慢。就是这个人，去年把我熬了好几个通宵才做出来的技术风险评估报告，悄无声息地换上了他自己的名字，然后用一种更花哨的排版方式呈送到了柳若霜的桌上，换来了心思缜密、眼光独到的高度赞扬。也正是这个人，上个月项目进行到关键时刻遇到难题时，恰好得了重感冒，请了长假。等我带领团队攻克难关之后，他又恰好病愈归来，拿着我们最终的成果，风光无限地去做了汇报。我冷冷地注视着他，一言不发。真哥，要我说，你这次也太冲动了。叶锦帆摇了摇头，那模样仿佛真的在为我痛心疾首。你的能力是没得说，就是有时候性格太直了。这职场啊，不光要会做事，更要会做人。你说是不是这个理？他话里有话，还故作亲昵地拍了拍我的胳膊。可不是嘛。另一个同事立刻接上了话茬，脸上挂着夸张的假笑。陆征，你这是演的哪一出啊？以退为进，想拿这招逼刘总给你加薪？我劝你省省吧，这招早就过时了。周围响起一阵低低的哄笑声，我没有理会，手上的动作没停，继续将最后几支笔扔进纸箱。陆哥，要我说你真别冲动。又有一个人凑了过来，懒洋洋地靠在隔板上，语气里满是轻佻。嫂子不是在家带孩子没工作吗？你儿子今年是不是刚上初一？现在正是花钱如流水的时候，你这说走就走，下个月的房贷车贷打算怎么办？没了工资，一家老小准备喝西北风过年啊！他话音刚落，立刻又有不少好心人围了上来。就是啊，陆征，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别再耍小孩子脾气。不就是年终奖少了点吗？刘总不是已经承诺明年给你升职加薪了，再忍1年呗。现在外面的工作多难找，你又不是不知道，咱们这个行业，男人过了35，简历投出去都没人看。你今年快40了吧？你现在走出去，谁还要你啊？留在公司，好歹是个稳定的饭碗。就是，你跟叶哥瞎比什么？人家叶哥那情商，那为人处事的手段，那工作能力，你比得了吗？我说啊，人有时候就得认命，老老实实干好自己分内的事，别总想那些有的没的。七嘴八舌的声音像一群嗡嗡作响的苍蝇，在耳边没完没了。说到后来，他们连伪装都懒得装了，话语里只剩下赤裸裸的恶意和嘲弄。要我说，陆征拿250的年终奖都算给多了，他会的那些死板的技术活，现在随便找个应届生培训几个月，说不定比他做的还好，工资还便宜。人贵有自知之明，可惜啊，有些人天生就没有这东西。演让他继续演，我倒要看看他能硬气到什么时候。我敢打赌，不出3天，他肯定得灰溜溜的滚回来求刘总。到时候那个场面，我忍无可忍，猛地合上了纸箱的盖子，然后我清了清嗓子。都说完了吗？我的目光落在了最先开口阴阳怪气的那个同事身上。去年他负责的模块出了重大的纰漏，是我连着熬了3个通宵，帮他把代码全部重构了一遍，才没酿成无法挽回的大祸。张伟明，你还记得吗？去年你那个漏洞百出的框架，是我在后面帮你收拾的烂摊子。我听说后来刘总还公开表扬你临危不乱，处理问题迅速，演技确实不错。不过我拜托你下次别再拿公司的项目来给你练手了，行吗？他的脸刷的一下长成了猪肝色，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随即转向那个关心我房贷的同事。老周，你老婆也一样没工作吧？所以你上个月偷偷用公司的服务器资源接私活的事，是打算拿那份外快去还房贷？需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公司信息安全条例第7章第3条是怎么写的吗？或者我现在就帮你回忆一下。他脸上的假笑瞬间僵住，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半步。还有你，我的目光像利剑一样对准了那个说我过了30没人要的女同事。孙小姐，我没记错的话，你简历上写的是精通机器学习算法，需要我把你上个月交上来的那篇漏洞比筛子还多的分析报告当着大家的面念上一段，让所有人评估一下你所谓的精通到底是个什么水准吗？或者我们现在可以问问被你那个错误的算法建议坑惨了的市场部同事，他们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女同事的脖子猛地一梗，似乎想反驳，但在周围人瞬间变得异样的眼神注视下，她终究还是没敢出声。我扫视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了那几个附和得罪起劲的人身上。还有你们几位上班时间摸鱼炒股刷剧聊八卦的记录，需不需要我动用一下权限调出后台的系统缓存，帮你们好好回顾一下各自的精彩瞬间，然后打包发给刘总。公司网管老陈跟我关系还算不错，我想这点小忙他应该不会拒绝。空气在这一刻彻底凝固了，刚才还喧闹不已的办公室此刻落针可闻，一张张脸上神色变幻，
青一阵白一阵，再也看不到半分的嘲弄，只剩下无尽的难堪和惊惧。他们大概习惯了拿我当消遣的软柿子，却怎么也想不到，平时那个只会埋头死干活，在他们眼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的我，竟然对他们的底细知道得一清二楚。叶锦帆站在稍远的地方，脸上那副从容不迫的笑容终于再也挂不住了，眼神阴沉地盯着我，仿佛要喷出火来。我没再看他，也没再看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原本还想收拾的几件零碎物品，在这一刻突然觉得毫无必要了。我弯下腰，抱起那个只装了一半东西的纸箱，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地方。刚走到我家楼下，手机就响了，屏幕上跳动着的名字是柳若霜。我按下了接听键，没有说话。陆征，他的声音里满是压抑不住的不悦，劈头盖脸地砸了过来。都几点了？恒泰的计划书到底怎么回事？客户已经催了3遍了。我之前不是让你今天下班前必须把初稿发给我吗？打你座机没人接，人也不在工位上，你人跑哪儿去了？我抬头看了看自家窗户里透出的那片温暖的灯光，语气平淡地回应道：刘总，我已经离职回家了。至于那封辞职信，您不是已经亲手扔了吗？电话那头明显的顿了一下，随即他的声音猛地提高了8度，那股颐指气使的命令口吻变得更浓了。陆征，你闹够了没有？我说了，那件事已经过去了，明年的升职加薪我保证给你办，说到做到。你还死咬着那点年终奖不放，有意思吗？多大点事儿，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大局观？公司现在正是最需要你的时候。听到这里，我突然很想笑。你人到底去哪儿了？刘总，请问您口中的大局观，就是让踏踏实实干活的人只配拿250，而让那些溜须拍马、抢占功劳的家伙拿18万年终奖吗？您所谓的大局观，就是年复一年的画大饼，想让老黄牛一直拉磨拉到死为止。柳若霜被我怼得哑口无言，她深吸一口气，语气稍稍放缓，但那字里行间依旧透着一股高高在上的施舍感。陆征，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但是叶景帆他在某些方面的确更契合公司现阶段的发展需求。你是公司的老人了，应该多体谅公司的难处和战略上的调整。现在回来，立刻把计划书弄完，我马上安排人事给你办加薪，先加20%，你看怎么样？恒泰这个项目没了你可不行。离不开我。我嗤笑一声，刘总，您真是太看得起我了。贵公司人才济济，藏龙卧虎，尤其是某些人能力出众，情商过人， PPT 做的更是花团锦簇。区一份恒泰的计划书，对他而言岂不是小菜一碟？您还是把这个宝贵的机会留给更需要他的人吧，比如说那位拿了18万年终奖的大功臣。陆征，柳若霜的声音彻底冰冷下来，充满了威胁的意味。你别给脸不要脸，你真以为离了公司，你还能找到什么像样的工作？你觉得你那套老掉牙的技术在外面还很抢手吗？我把话撂这儿，今天你踏出这个门，往后想再回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恒泰的项目要是因你而耽搁，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我平静地打断了他的话。刘总，从您将我的辞职信丢进垃圾桶的那一刻开始，我和公司之间就已经没有任何责任可言了。恒泰这个项目谁能从中获益，就该由谁来负责。至于我今后的路要怎么走，我望着楼道里应声亮起的暖黄色声控灯，一字一句地说道：就不劳您大驾费心了。话音刚落，我不再给他任何开口的机会，直接挂断了电话。整个世界终于彻底安静了。我抱着那个并不沉重的纸箱，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楼。我心里清楚，前路充满了未知，甚至可能布满了荆棘，但至少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用拼命去追逐那根悬在眼前却永远也够不着的胡萝卜，更不必再忍受那些令人作呕的阿谀奉承了。回到家，妻子正在收拾餐桌，看到我进门，脸上满是诧异。今天怎么这么早？我放下纸箱，并不打算对他隐瞒什么，便将年终奖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就因为这个，我把工作辞了。我本以为他会埋怨我冲动，然而他没有，只是默默地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声音里满是温柔。没关系，辞了就辞了。这几年你工作实在太累了，而且我看得出来，你从来没有真正的开心过。其实这些我一直都看在眼里，为你感到心疼。一股暖流涌上心头，我喉头一紧，伸出双臂，用力地将他拥入怀中。他轻轻拍着我的后背，问我肚子饿不饿。我点了点头，他便转身走进了厨房。没过多久，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就端到了我的面前。妻子坐在我的对面，单手托着下巴，静静地看着我吃。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吗？还没来得及仔细想，我细溜了一口面条。等过完年，先看看市场行情，或者尝试着接点私活干干。你的技术那么好，肯定不愁没人要。他的语气十分笃定，就是千万别太着急，身体才是最重要的。我重重地点了点头，碗里的面汤暖意融融，从喉咙一直暖到心底。这些年来，为了赶方案、抢进度，我吃饭总是狼吞虎咽，从未有机会像这样静下心来，仔细品尝妻子亲手煮的面条究竟是什么滋味。今天晚上，我终于尝到了，那是一种让人心安的味道。吃完饭，我主动收拾了碗筷。窗外的夜色愈发浓重，城市的万家灯火次第
亮起，汇成一片璀璨的星河。我想这个时间点，公司里大概依旧灯火通明吧。叶锦帆或许正端着一杯咖啡，口若悬河地向柳若霜汇报着他那些所谓的新思路，但这一切都与我再无半点关系了。将厨房收拾干净后，我回到了客厅。就在这时，口袋里的手机嗡嗡震动了一下，是柳若霜发来的短信，每一个字都仿佛透着屏幕，散发着压抑不住的怒火。陆征，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晚上9点前把恒泰的计划书发给我。我的耐心是有限的，你别把自己的后路给堵死了，否则我保证你将来一定会后悔莫及。我盯着手机屏幕，嘴角勾起一抹冷笑，指尖在屏幕上轻轻敲击，回复了几个字：刘总，我绝不后悔。看到这条回复，刘若霜顿时有些坐立不安。一旁的叶景帆凑了过来，瞥了一眼手机屏幕，轻笑着安慰道：刘总，您别担心，陆征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无非就是心里憋着一股气，嘴上说几句硬话，给自己找回点面子罢了。这么多年下来，您见他什么时候真正撂过挑子不干？放心吧，9点之前，他肯定会老老实实的把计划书发过来的。刘若霜闻言一怔，仔细想了想，觉得确实是这么个道理。这7年来，他自认为对陆征的性格了如指掌，老实本分，逆来顺受，任劳任怨，就像一头蒙着眼睛拉磨的驴，只要给点草料就能一直干下去。交代给他的工作，他总是能准时甚至提前完成，从未出过差错。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竞标启明科技那个大项目，当时技术方案极其复杂，时间又非常紧迫，竞争对手更是来势汹汹，整个部门连轴转了半个多月，眼看就要到最后关头，核心算法却出了个致命的岔子，所有人都束手无策时，是陆征，他连续熬了整整48个小时，硬是凭一己之力把漏洞给补上了。不仅如此，他还顺带优化了性能，最终的方案交付时间比截止日期还早了6个小时，公司也因此成功拿下了那个项目。还有一次，就在去年年底，公司的财务系统突然全线崩溃，直接影响到了整个季度的结算， IT 部门急得焦头烂额，却束手无策。又是他，这个并非科班出身的老员工，凭借着对公司业务逻辑的深刻理解，带着2个实习生通宵达旦的排查问题，硬是在凌晨5点前恢复了所有关键数据，为公司避免了一场巨大的损失。一想到这些过往，柳若霜悬着的心渐渐放了下来。在他看来，陆征就像公司里那些沉默而坚固的承重墙，平日里毫不起眼，但你永远不会担心他会突然倒塌。他或许会抱怨，会感到心寒，可那份根植于骨子里的责任感和习惯性的顺从，早已成了他性格的一部分。他笃定，他离不开这份工作，更不可能放下那些他视为天职的任务。只要自己随便许诺几个好处，画几个大饼，他就会像以前一样吭哧吭哧的把所有事情都办妥。柳若霜嘴角勾起一抹得意的弧度，他安然的重新靠回宽大的老板椅背上，冲叶锦帆点了点头，说的没错，谅他也没那个胆子真的撂挑子。恒泰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办公室里的灯光显得有些苍白，窗外城市的霓虹灯光渐次闪烁，交织成一片流光溢彩。柳若霜心不在焉地处理了几封邮件，又听叶锦帆汇报了一些关于另一个项目的所谓前瞻性构想。这些想法大多华而不实，空洞无物，但不得不承认，听起来确实让人感到舒坦。他的注意力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电脑右下角的时间，以及那个始终毫无动静的邮箱图标。时间已经指向8点半，邮箱里依旧是死一般的沉寂，没有任何新邮件的提示。柳若霜端起已经有些凉了的咖啡，喝了一口，眉头不自觉地微微蹙起。这不应该啊！按照陆征以往的行事风格，哪怕是闹情绪，也绝对会在最后期限前把工作完成，甚至很多时候他都会提前交付。那份计划书可是这次与恒泰集团合作的核心文件，里面涉及的关键技术路径、风险评估和初步架构。虽然叶景帆和其他一些人也参与其中，但柳若霜心里比谁都清楚，只有陆征才是真正了然于胸的那个人。8点50，柳若霜越等心里越是发慌，一种前所未有的失控感如同藤蔓般悄然爬上心头。他再次点开与陆征的短信界面，那句我绝不后悔，此刻看来是那么的刺眼。他的手指有些僵硬，终于忍不住拿起桌上的手机，找到陆征的号码拨了过去。听筒里传来的却是冰冷而机械的系统女声：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关机了，他居然敢关机！柳若霜的心猛地向下一沉，仿佛在台阶上骤然踏空。陆征是从不关机的，以前无论多晚，哪怕是凌晨3、4点找他确认项目细节，电话也总是一打就通。可现在，这个他一直以为被自己牢牢掌控在手心的老实人，竟然用如此决绝的方式彻底切断了所有的联系。这一刻，他是真的有些慌神了。刘总，您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叶锦帆见状，关切地凑了过来，手里还体贴地捧着一杯刚倒的热水。陆征，他关机了。柳若霜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干涩，眼神里交织着难以置信和一股正在熊熊燃烧的怒火。而且那份该死的计划书，他到现在还没发过来。叶锦帆的脸上飞快地闪过一丝讶异，但立刻就被一种一切尽在掌握的自信神情所取代。哎呀，刘总，您先别着急，我刚才已经和恒泰那边的高经理通过电话了，旁敲侧击地探了探口风，他们今天内部也挺忙的，说明天上午再交计划书初稿也完全来得及，不会影响到项目的整体进度。他的语气十分轻松，仿佛这不过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小事。可是柳若霜的眉头依旧紧锁着，计划书一天不到手，他这心里就一天不踏实。要我说，陆征这次做的确实是太过分了。
了。叶景帆恰到好处地叹了口气，语气里充满了遗憾与指责。平时看着挺老实本分的一个人，没想到竟然这么不识大体，丝毫不顾全大局，就为了个人那点蝇头小利，把公司如此重要的项目置于险境。这哪里是一个老员工该有的态度？这简直就是将个人情绪凌驾于公司集体利益之上。他一边说着，一边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刘若霜的脸色。见他的怒气果然被自己挑动起来，便不失时机地继续添油加醋。刘总，您待他多好啊，年年都许诺他升职加薪，是他自己能力不行，跟不上公司发展的节奏，还整天怨天尤人，觉得是别人抢了他的功劳。您再看看他现在这副德行，居然跟我们玩起了失踪，这就是赤裸裸的要挟，是压根没把您没把我们公司放在眼里。这一番话字字句句都精准地踩在了刘若霜的怒火之上。不识抬举的东西！他啪的一声猛拍桌子。7年，公司白白培养了他7年，就算养条狗，养了7年也知道摇摇尾巴感恩了。他倒好，就为那么一点年终奖，居然敢给我上演这么一出！我看他就是一滩烂泥，扶不上墙，这辈子只配去干那些死板的技术活。他气得胸口剧烈起伏，目光转向叶景帆，两相比较之下，越发觉得眼前这个人既顺眼又得力。还是景帆你最靠谱，懂得为公司排忧解难，关键时刻顶得上去，不像某些人，活该一辈子都待在底层。听到刘若霜的夸奖，叶景帆眼底飞快地闪过一抹得意之色，脸上却立刻摆出一副谦逊而忠诚的表情。刘总，您过奖了，这都是我分内之事。作为公司的一份子，我当然要急您所急，想您所想。他故作沉吟了片刻，仿佛下定了极大的决心一般，开口说道：刘总，要不这样吧，恒泰的计划书交给我来搞定。陆征之前做的那些基础资料和整体框架我都仔细看过，大致的思路也心中有数。虽然时间是紧了点，但我今晚就算不睡觉，熬个通宵，也保证把它给做出来，质量肯定不会比陆征的差。我向您保证，明天一早绝对能让恒泰那边看到方案，绝不耽误半点事。这番话对刘若霜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她正在气头上，又对陆征彻底死了心。此刻听到叶景帆主动请缨，愿意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顿时喜出望外。好，太好了，景帆，关键时刻还得是你啊！你有这份心，又有这个能力，公司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只要这次恒泰的计划书你能给我办得漂漂亮亮的，等过了年，我就正式提拔你当部门经理，你好好干。部门经理这3个字让叶景帆的心脏猛地狂跳了几下，但他强行按捺住内心的狂喜，努力让自己表现得更加沉稳和坚定。多谢刘总的信任，我一定竭尽全力，绝不辜负您的期望。您就放心吧，今晚我就在公司扎营了，不把这份计划书做到尽善尽美，我绝不离开。刘若霜心神不宁地在办公室里凑合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叶景帆便拿着一份装订精美的计划书走了进来。他双眼布满血丝，一副熬夜苦战后的疲惫模样，但神情间却难掩一丝得意。刘总，幸不辱命，完成了。刘若霜接了过来，急匆匆地翻看了几页，只见格式工整，图表齐全，表面上看起来像模像样。他心想，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景帆，真是辛苦你了。叶景帆连忙摆手，连声说不辛苦。他将计划书塞进公文包，立刻动身赶往恒泰集团。负责接待他的是恒泰的高经理，两人握手时，高经理习惯性地朝他身后望了一眼。刘总，今天陆工怎么没一起过来？哦，他家里有点事，请假了。刘若霜面带微笑，从容地回答。高经理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什么。两人落座后，刘若霜将计划书递了过去。高经理翻开方案，前面几页的常规内容他看得很快，可当翻到核心的技术部分时，他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越往后看，他的眉头就皱得越紧。最后，他合上计划书，抬起了头。最后，他啪的一声合上计划书，抬起了头。刘总，这份计划书是换人写的吗？刘若霜心头猛地一跳，但脸上依旧保持着镇定的笑容。怎么会？这份计划书当然是陆征亲自操刀的。高经理盯着他的眼睛看了足足2秒，这才低下头，手指重重地戳在纸面上。这里接口设计和协议完全对不上，要是按照这个方案来，后期的数据交互非出大问题不可。他翻到另一页，还有这个安全冗余方案是早就被淘汰的技术，漏洞百出。上次开会，陆工已经明确否定过这个方案了。他又往后翻了几页，风险评估更是避重就轻，几个最关键的技术难点，报告里根本就没提。他彻底合上计划书，眼神也随之冷了下来。这根本就不像是陆工的手笔，反倒像是哪个外包的大学生照着模板生搬硬套出来的，简直是漏洞百出，一塌糊涂。这简直是在胡闹。高经理，这里面可能有什么误会。看到高经理勃然大怒，刘若霜瞬间就慌了神。误会？高经理猛地站起身，语气冰冷地说道：我跟陆工合作了不是1次2次了，他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水准，我心里一清二楚。他拿起那份计划书，像拿着一沓废纸。看来贵公司对这次的项目合作并不上心，连最核心的文件都能做得如此敷衍。不是的，我们不必再解释了。高经理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今天的会面就到此为止，这份计划书我会如实上报给集团，至于后续的合作，我们恐怕需要重新进行评估了。
说完，他看也不再看柳若霜一眼，转身便大步离开了会议室。柳若霜独自僵在原地，只觉得手脚冰凉，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天灵盖，她的肠子都快悔青了。她恨自己今天早上为什么就不能仔细多看几眼，为什么就那么轻易地相信了叶景帆那个蠢货。恒泰这个至关重要的项目，很可能就要因为他的疏忽就这么黄了。就在这时，公文包里的手机嗡嗡震动起来，他颤抖着手拿出来一看，是叶景帆发来的短信。刘总，计划书的汇报还顺利吗？柳若霜死死地盯着屏幕上那行字，一股无名火腾的一下就窜上了脑门。他没有回复，抓起包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恒泰集团。返回公司的路上，他的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高经理怒不可遏的脸，陆征波澜不惊的表情，还有叶景帆那副自信满满的样子，在他眼前交替闪现。回到公司，办公区里一片寂静，所有员工都看到了他那张黑如锅底的脸，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纷纷低下头，大气都不敢出。陆征的工位空空如也，只剩下公司标配的电脑和椅子，显得格外冷清。叶景帆还不知死活的笑眯眯迎了上来。刘总，您终于回来。话音未落，柳若霜二话不说，抬手就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啪！叶景帆整个人被打偏过去，眼镜都歪了，他捂着脸彻底愣住了。整个办公区瞬间变得鸦雀无声，落针可闻。这就是你做的计划书？柳若霜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剧烈颤抖。漏洞百出，你给我老实交代，这份东西是不是你在网上随便找人代做的？现在恒泰那边翻脸了，整个项目都可能要黄，公司这次被你给害惨了。叶景帆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结结巴巴的辩解：没有，刘总，这计划书真是我昨晚通宵达旦辛辛苦苦做出来的。放你的狗屁，核心技术部分全都是错的，人家高经理只看一眼就全指出来了。他指着公司大门的方向，现在立刻马上去把陆征给我找回来，无论是求他还是跪他，都必须让他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要是这个项目丢了，你就给我卷铺盖滚蛋！叶锦帆僵在原地，脸上火辣辣的疼，周围同事们投来的目光像一根根尖针，刺得他无地自容。刘若霜几乎是咆哮着吼道：“还不快去！”叶锦帆咬了咬牙，最终还是转身快步离开，背影狼狈不堪。刘若霜冰冷的目光扫视了一圈办公区，员工们立刻像鹌鹑一样缩回了脖子。他砰的一声，用力摔上自己办公室的门，瘫坐在老板椅上。他无力地用双手捂住了脸，眼下这个烂摊子就摆在这里，可那个唯一能收拾他的人，却被他用区区250块的年终奖给亲手羞辱走了。现在他到底该怎么办？开公司10几年，刘若霜第一次感到了深入骨髓的无力与绝望。办完离职手续的第2天，我就带着妻儿回了老家，过了个这么多年来最开心的春节。老家的空气格外清新，年味也比城市里浓郁得多。我每天都能睡到自然醒，然后陪父亲在院子里下2盘棋，看着母亲和妻子在厨房里忙活年夜饭，耳边是儿子放鞭炮时传来的阵阵笑声。整整7年了，我还是头一次能如此彻底的放下工作，安安心心的过个年，那种感觉真是轻松又惬意。期间，公司的网管老程给我打了个电话，悄悄告诉我，恒泰那个大单子果然黄了。刘若霜现在像疯了一样到处找我，还把所有的火都撒在了叶景帆身上，每天把他当成出气筒一样吗？陆哥，你是没看见那个场面，叶景帆现在每天都灰头土脸的。刘总逮着他一点小错就能训上半个小时，现在公司里人心惶惶，好几个技术部的骨干都在偷偷摸摸的投简历，准备跑路了。听到这些，我只是淡淡的笑了笑。老程，多谢你告诉我这些，你自己呢，有什么打算？老程在电话那头长吁短叹，我能有什么打算？混一天算一天呗。年初时，我们一家刚从老家回到市里，我的手机就响了，是个陌生号码。我接通后，对方自称是猎头公司的。陆先生您好，我们已经关注您很久了，我们知道您在行业内的口碑极佳，技术功底也相当扎实。既然您已经从前公司离职，我们这边正好有一个技术总监的职位，想邀请您过来面试。我几乎没有犹豫，当场就答应了。新公司的规模比我之前那家大出不少，面试我的是公司的技术副总裁和董事长本人。他们问了我几个相当专业的深度问题，又让我谈了谈对整个行业未来技术趋势的看法。聊了大概1个多小时，董事长便当场拍板定下了我。陆先生，我们公司现在非常需要您这样既有深厚技术功底又踏实肯干的核心人才。他们开出的条件极为优厚，薪资是原来的3倍，外加公司原始期权，直接上任技术总监，并且承诺年终奖不会低于30万。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时，她激动的当场就哭了。老公，我就说吧。她擦着眼泪，又哭又笑。是金子，就总会有发光的那一天。元宵节一过，我便正式到新公司上班了。新公司的氛围非常好，同事们个个都是埋头苦干的实干派，完全没有过去那种溜须拍马的乌烟瘴气。我勤勤恳恳的工作，带领着我的新团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入职的第1个季度，我们就成功拿下了这间公司耗费巨大精力也久攻不下的政府智慧城市项目。半年后，我们团队自主研发的一套新算法，在行业技术峰会上荣获了年度技术创新大奖。在庆功宴上，董事长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陆征，把你挖过来，绝对是我今年做的最正确的一个决定。”没过多久，老程又给我打来了电话，语气听起来十分萧瑟。陆征，柳若霜的公司快不行了，恒泰集团那个项目黄了之后，就像推倒了多米诺骨牌，好几个合作多年的老客户也跟着解约了。现在公司账上已经没钱了，
这个月的工资能不能发出来都是个问题。昨天技术部一下子走了3个人，叶景帆也被赶走了，现在连前台小妹都辞职不干了。听说柳若霜现在到处借钱想救急，但根本没人肯借给他，他好像把自己的房子和车子都抵押出去了。我只是笑了笑，问老程：“你愿不愿意来我这里当 IT 主管？只要你一句话，工资直接翻倍。”老程在电话那头明显愣了好几秒，声音都有些颤抖了。陆哥，你说的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你的技术能力我最清楚。下周1直接来我这儿报道吧。老程来了之后，工作干的是格外的卖力。有一次部门聚餐喝酒，他喝多了，红着眼眶对我说：“陆哥，我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遇上您这样的贵人。”1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公司年会上，董事长上台致辞，特别点名表扬了我所带领的技术团队。今年我们公司的整体业绩增长了200%，核心技术竞争力也实现了大幅提升。这一切都离不开我们的技术总监陆征先生和他的卓越团队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台下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董事长接着宣布，为了表彰陆总监做出的突出贡献，公司董事会决定给予陆总监一份特别嘉奖，现金100万，外加一辆全新的奔驰500。聚光灯瞬间打在了我的身上，我上台从董事长手中接过了巨大的车钥匙模型和支票板。台下，我的妻子紧紧抱着儿子，笑着笑着，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年会结束后，我们一家3口开着崭新的奔驰，开开心心地驶离了酒店。儿子兴奋地在后座摆弄着车里的智能屏幕，妻子则温柔地抚摸着细腻的真皮座椅，柔声说：“老公，我现在感觉就像是在做梦一样。”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回头笑了笑。车子在路口等红绿灯时，我无意间瞥见路边有一个卖烤红薯的小推车，推车的人裹着一件厚厚的旧棉衣，正佝偻着身子，低头给顾客找零钱。街边的灯光恰好照亮了他的侧脸，那张脸竟然是柳若霜。她比1年前瘦了太多，头发只是随意的在脑后扎成一束，脸上满是被寒风吹出的天裂红印。那双曾经在商场上翻云覆雨的手，此刻冻得通红，正有些笨拙的用纸袋包着滚烫的红薯。顾客走后，他抬起头，眼神空洞而迷茫的望着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车辆。鬼使神差的，我降下了车窗，他恰好转过脸，目光穿过车流，看到了驾驶座上的我。那一瞬间，他脸上的表情彻底凝固了，他的眼睛里依次闪过了震惊、难堪、悔恨，最后是那快要溢出眼眶的泪水。他张了张嘴，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我只是朝他平静地笑了笑，算是打过招呼，然后便一言不发。绿灯亮了，我发动车子，平稳地汇入了前方的车流，驶入深沉的夜色之中。后视镜里那个推着小车的瘦弱身影越来越小，最终被万家灯火彻底吞没，再也看不见了。妻子轻声问我：“老公，刚才那个人是刘总吗？”我点点头。他怎么会在街边卖红薯？自从我离开后，他的公司就一落千丈，最后倒闭了。我平静地说道：“人总得吃饭。”妻子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伸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儿子从后座探过头来，满脸期待：“爸爸，我们明天去海洋公园玩好不好？你答应过我的，只要你拿到大奖，就带我去的。”好，明天爸爸就带你去。车子平稳地行驶在回家的路上，窗外的城市灯火璀璨，如梦似幻。我想，这每一盏温暖的灯光下，或许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故事。我的故事已经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至于那些过往，就让他们永远地留在后视镜里，随风而逝吧。